B-21首爆空中加油，全球首架6代机迎来史詩级加强，它的威慑力到底有多恐怖？如果说隐身轰炸机是悬在对手头頂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，那麼空中加油就是让這把劍可以懸在地球任何一個角落的終極魔法。就在最近，一張由航空迷偶然拍下的照片，讓整個國際軍事圈炸開了鍋。美國空軍最神秘的數字幽靈 B-21突擊者隱身戰略轟炸機首次被拍到在空中喝奶。要知道，這可不是一次簡單的試飛，而是宣告這架號稱全球首款第6代飛行器的終極殺器，補齊了它長程打擊能力最關鍵的一塊拼圖。那麼這次空中加油測試到底意味着什麼？ B-21憑什麼敢自稱6代機？它的橫空出世又將給世界戰略格局帶來怎樣的震撼？我們先來看看這次被曝光的測試細節。根據軍事媒體 Army Recognition 的報道，在加州哈莫維沙漠約7000米的高空，一架機鼻裝有大气數據探測器的 B-21原型機穩穩地對準了前方的 KC-135加油機，完成了長達5個半小時的伴飛與對接測試。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門道。在內行眼裡，這個畫面比他投彈還要讓人後背發涼，因為對於戰略轟炸機來說，腿長不長直接決定了它的威懾力有多大。B-21的體型比它的前輩 B-2要小一圈，這意味着它的內部載油量是有限的。如果沒有空中加油，它的打擊半徑可能僅僅局限在區域內。但一旦掌握了這項技能，它的戰術玩法就徹底變了。通過空中補給 ，B-21可以在本場以滿載武器彈藥的極限狀態起飛，不用擔心燃油不夠。它可以在飛往目標的途中，在絕對安全的空域舒舒服服地加滿油，然後一頭扎進對手嚴密的防空網，執行縱深核打擊或者常規轟炸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美軍的轟炸機機隊再也不需要依賴那些前沿基地補給，比如關島或者日韓。它可以從美國本土起飛，幽靈般的橫跨太平洋，把炸彈砸在對手的指揮所上，然後再安然無恙地返回。這種全球到達、全球摧毀的能力，才是 B-21真正的恐怖之處。當然，除了這波續航能力史詩級加強 ，B-21本身的性能才是最可怕的。提到 B-21，就不得不提美軍下一代轟炸機的難產史。早在2004年，美軍就想搞個下一代轟炸機，但因為預算超支、指標太高，這個項目被砍了好幾次。直到2009年，國防部長蓋茨拍板，必須搞一個便宜又好用的遠程打擊轟炸機，也就是後來的 B-21。諾斯洛普格鲁门公司吸取了 B-2造價太貴的血淚教訓，把單價成本死死限制在5.5億美元，現在的造價大約在7億美元左右。這在動輒幾十億的隱身戰機裡，簡直就是白菜價。因為便宜，美國空軍未來計劃一口氣採購至少100架，這個數量足以逐步替換掉現役老舊的 B-1B 和 B-2，形成一個龐大的隱身轟炸機集群。而且它的研發進度快得驚人，2015年拿下合約，2022年首次公開亮相，2023年底就完成了首飛，如今已經進入了低速初期生產階段。預計到2027年，首批作戰部隊就會正式進駐埃爾斯沃斯空軍基地。不過，最讓人矚目的是美國國防合約管理局和諾格公司給 B-21貼上了那個霸氣標籤：世界首架第6代飛行器。它明明只有亞音速，看起來也像是 B-2的縮小版，憑什麼能跨代？答案在於它的大腦和隱身。B-21採用了極其先進的開放式系統架構，它不僅僅是一架炸彈卡車，更是一個龐大戰場網絡中的超級節點。它可以和衛星、F-35、水下潛艇甚至無人機蜂群實時共享數據，並且它的隱身塗層和幾何設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據說連最先進的反隱身雷達也很難在有效距離內捕捉它的蹤跡。它可以在敵方的領空裡像逛自家後花園一樣，充當指揮機、電子戰機甚至情報收集機。這種信息融合能力和極致的生存能力，才是它敢自稱6代機的底氣。隨着空中加油測試的成功， B-21這支新時代的突擊者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長滿羽翼。面對這100架隨時可能從天而降的數字幽靈，全球的防空體系恐怕都要被迫進行一次痛苦的升級了。好了，本期關於 B-21空中加油和戰力解析就到這裡。你認為 B-21的服役會徹底改變未來的空戰規則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硬核觀點。